观众朋友，新年快乐！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讨论我们国际、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委员，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当然，一开春年节的假期一结束，大家都在看美国关税被最高法院判定之后，各国如何因应。其中中国大陆的部分呢，中国已经连续4年减持美债。这个规模由财政部所公布的数据直接显示，2025年12月这个5大海外持有国同步减持，中国是减持最多的，直接把规模降到6835亿美元，等于是创了2008年以来的新低，月减4亿元。像这样子个避险机制呢，川普的新关税不确定性实在是太高了，每天都有变数，所以纽约早报早盘呢交易非常清淡，但台股很强，台股直接是一飞冲天大涨，但美国呢却是相对的审慎，1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更是直接下跌4个基点到4.04哦。那么黄金一度前阵是跌回来了，现在又重新因为全球贸易的混乱，再度成为最受欢迎的避险工具，冲破了5200美元。那么川习会在即，马上就要登场哦。结果这个法院这个判决，当然立刻让川普最大的武器跟谈判的利基直接没了嘛。那么所以川普非常的愤怒，他除了再度的重提到台湾之外，他还在一直发文痛批啦每天睡不着就发文批最高法院。他说他们最高法院法官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做出有利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裁决，说最高法院跟中国站在一起中共同路人啊川普很生气，每天都还在气，所以呢顿失关税筹码的时候，很多美国专家直接就分析认为，原本就依赖这个关税的利刀啊到处砍，可以拿来跟中国大陆谈判，结果没有想到现在中国直接占了上风。光是还有稀土这个武器在手上，习近平呢更会从容与会，而可能逆风去挺川嘛，就是给他送暖啊，寒冬送暖啊虽然他在这个关税这一跤上摔了一跤，但是呢，访中有没有可能在愿意给川普更好的商业协议，以来换取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让步呢？这个是外媒引用的专家的分析。这个美中见面谈话，台湾当然不谈到，但会不会因为这个处境上面又有更深的变化，大家都在等其中大陆的学者金灿荣他在分析，其实2026年的美中的交锋现在正在热烈的进行当中，其中呢，川普对华打的叫做王八拳，他认为是3大套路，包括把稳中国G2把中国拉高，再来拉俄罗斯，透过乌克兰的问题做出各种的这个改善美俄关系，再来最后就是整顿盟友，要求盟友提高军费啦，加强对美依赖啦，不能离开美国啦等等，他认为这个叫做系统化更狡猾，北京必须要保持清醒。那么川普当然不服输咯，不尬以输也尴尬，继续发文各种的警告啦，一篇又一篇的。而兔实际上最新的一篇是说，如果有任何国家敢利用最高法院的荒谬裁决来耍花招的话，将面临更高税率的关税。同时川普不想认输，也针对6个关键产业新增加叫做国家安全关税，这个包括了有储能设备啦、电池啦、电力啦、电信设备，甚至是铸铁跟塑胶等等的。这个是只要呢援引的所有的法案能用，通通拿出来用。最新看到的这一项，川普还说呢，立即生效，不管是10变成增加到15，说我就是要我的权力很大，马上必须立即生效。结果美国官员直接讲因为时间点本来是今天的中午1点钟左右应该就要生效的，但是这个10%的关税还是没有出现新的资讯，是不是15百分比？代表其实现在还不知道何时能生效呢？而川普赖不掉的是什么？这笔账是1700亿美元。这最高法院的裁定里面认为呢，如果你不该征而违法的去征收了这个税款1700亿，必须要退还，所以这接下来也是一个大麻烦尤其是美国司法部先前还在诉讼当中保证过挂保证说，一旦原告胜诉的话，必定会收到退款，而且还包含利息。这个川普这次其实最高法院压力这么大，迟拖了这么久才做来裁定呢，相信也是经过了这个缜密的讨论过。而现在川普当然全部的关税停征呢，
是不是要做还没有秀下一季的实境秀才正要开始？各种的分析哦，这位是天桥 Bridge 的这个创办人哦，他说把川普形容成一位实境秀的制作人，比当总统形容更为贴切。他说，因为他让所有人感到不安哦，如果别人不安的时候，他就像实境秀的制作人一样，看着电视新闻啊偷笑。最后再去解决问题吗？重点是要能够解决问题呀。过去运用的各种创造戏剧效果的利器就是关税。那么现在呢 ，Bloomberg 指出，或许如刚刚斯卡拉这个创办人说的这场贸易实境秀下一季才正要开始。赖老师，美国政府的财政纪律不好啊，这个已经引起了美国的学者也好，或者是基金啊，或者是华尔街他们的紧张，因为你的财政纪律越来越糟。你的政府的债台高筑，从川普的第一任就已经开始负债一直在增加了，到拜登的时候又增加了啊，大概快1万多亿啊。那现在川普第二任的时候又在增加这个财政的负债，所以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于美国的财政破产的疑虑越来越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俄乌战争的期间，美国跟西方的国家对于俄罗斯的海外资产的没收冻结，这个也引起很多国家的警惕，所以我们看到大陆这边有计划的在减持美债，这个动作没有停歇。换言之，也就是说，从过去的1兆多美元已经减持到只有6000多亿美元，而且还继续的不断的在抛售啊，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把这个美金再换成为黄金，然后再搬回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大战略的态势没有停止，一直在走的时候。我们看到，事实上是美债的殖利率一直在攀升，这个其实对于美国来说是很不利的影响，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对美国政府的财政纪律、对美国政府的破产心中的疑虑越来越高。不过我们台湾好像手上的美债还是蛮高的啊，这个真的是有一天美国政府如果真的破产，我不知道我们的这些官员怎么对我们的人民做交代。好，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关税大乱斗。川普的这个关税大乱斗，而且他不服输，还要继续斗的情形下，原本他引用的条款说，我本来是10%，后来再追加15%，等于是追加5%，等于是15%的这个最高限度的这个关税，也顶多只有150天。对，而且你要延长的话，要经过美国国会同意，一般都认为你不可能获得美国国会同意，所以你那15%到底150天，就是5个月之后你怎么办？可是你原有的关税已经被这个联邦法院判决为无效，从今天生效啊，就是24号开始生效的情形下，你想想看，它对于原本很多像巴西啦、对于印度啦、对大陆啦课的这种高关税，它一下子就往下降了。这个情形使这个川普本身在税收这个部分，关税的税收已经回到了原点，这第一个。但是问题就在于，他原本超收的钱，现在民主党乘胜追击，也就是说，你原本收了这将近2000多亿，2025年所收的这个关税，你要吐回来，总共大概1700多亿，可它有很多钱。在裁决内容里面包含了。对，可是它有很多的钱已经是花掉了，因为他当时也给美国士兵加发红包，对，发红包加钱的情形下，现在对于川普来说，因为民主党已经提出控告了嘛，而且如果法院判决就是说，第一个。这是违宪的，所以你1700多亿你要还给这些当时的进口商、跟零售商还有消费者。可是我觉得消费者的问题最麻烦，因为消费者我们都知道法院你要有证据、有凭有据。可是你的消费的时候，如果你的单据没有留下来，你如何去把你的钱讨回来？因为过去您观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川普刚上来的时候？那么在4月2号开始，就是去年的4月2号宣布开始开征关税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很多在美国买东西的人，他有那个发票，发票里面有一个就是说，因为增加这个进口关税这个对等关税所课的钱，那如果他有把那个单据留下来，或许他未来可以用这个钱，用这个单据来去换回他的当时多支出的这个税款。可是问题是，如果他没有发票，那他怎么办？因为你无从证明你有花这个钱。我觉得未来这个纠纷也很多，对川普来讲的混乱的时间还可能会拉长。我们看到的局势一直在转变的过程里面，那个对于川普来讲，他急急忙忙的还是想到中国大陆访问。
可是到现在为止，大陆的外交部都没有证明，也没有肯定说确认说川普3月底、4月初要到大陆来访问，到目前为止都没有。那德国的总理明天就要到北京去了。原本德国放出来的消息说，他们的总理要去大陆访问4天，结果后来改2天，现在证实只剩下2天。那川普在月底能不能到大陆访问，还是一个未知数，因为到现在为止，大陆都没有说。那川普未来还能够有多少筹码跟大陆谈判？我们来看看。是吗？因为到底川普能不能成型，还是个疑问的话，那我看到很多报道的就是川普至少白宫这里非常强调，而且证实时间点的。接下来本来是这个关税武器在手上啊，如今对川普来讲，不只是面子没了，里子也没有了。跟中方要谈判的时候，恐怕是面临非常大的困境嘛，委员。这个美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2023年的2月，美国债务只有33兆，到去年的10月已经到达38兆。这增加的速度太吓人了嘛？那你说持有美债的国家心里也是毛毛的，当然，你有没有垮掉啊？因为到时候不是说这个利息付得起付不起的问题，我可不可以拿得回来？第二个，我觉得中国大陆对于川普是非常没有信心的。这个世界的局势本来就多变，可是又碰到一个善变的川普，他们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对立，会严重的对立。我跟你讲，中国大陆大家都没有信心，不是只有中国大陆，我想欧洲的这些盟邦，全球都没信心吧？什么时候会跟美国会对立起来？真的也没有信心吗？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这么多的钱在你的口袋里面，这总是不是一件好事情嘛？所以逐渐的，但是我相信他也不敢很大幅度的一下就把很多钱给拿回来，因为这样子又可能会影响到跟美国的关系嘛，所以他持续的不断的拿，这变成是一个趋势了。这最主要还是对川普没有信心，对中美未来的关系没有信心。我想这是最重要的啦。这川普会不会到中国大陆去访问？我认为会去了，因为对中国大陆来讲，他的这样的国际场合就是他就是作秀，他在国内作秀，到国际场合也作秀。他目前现在碰到最高法院这样一个宣判，对他来讲是打了他一个耳光。对呀，然后在国会的这样的一个会，尤其民主党会咬着他不放的嘛。所以对他来讲，如果能够在国外跟一些大国改善一些关系，累积他一些的这种筹码，也可能会让他在国内国外的情况会好一点嘛，回温一点。对，但是我也不相信说川普到中国大陆去，两个国家会达成什么重大的协议，双方都会情投意合，然后非常高兴的签，然后呢，双方都获利丰富，我是不相信的啦。毕竟他今天还在批评，对呀，最高法院跟中国站在一起。我觉得讲回来就是说，川普最大的败笔在哪里？人家对他完全没有信任感，没有信赖感。昨天的话人家讲说初一十五不一样了，他不是初一十五不一样，他今天明天就不一样。你想想看，他先宣布这个最高法院判决下来以后，他就说，那这样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关税到美国的这个关税10%，一个晚上变15%，哪有这样子？真的对不对？搞对不对？这个当一个这么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的一个领导人，你说话要有威信嘛？你说话要要让人家有信赖感嘛？你这样子随时推翻自己讲的话，睡个觉起来就把它推翻掉。所以这个所以我想中国大陆要跟美国达成重大的协议，不要讲中国大陆，任何的国家大概心里都毛毛了，所以都比较保守，所以就绝对不会对美国做出非常大的让步。另外一点，以川普这种骄傲的个性、狂妄个性，我美国干嘛对你太好？对不对？我也不可能说我对你中国大陆晶片的管制一夜之间取消。你要有钱，你要买多好晶片我都给你，不可能的事情嘛。好了，阿斯摩我也不管了，他卖什么光刻机的设备给你，我也不管了，这个也不可能嘛。所以我认为双方主要是营造一个和谐的、友善的这样一个气氛，大概这是最大的目的跟最后的收获，大概也就只有这样。
不过，因为川普特别发文去骂最高法院的法官是跟中国站在一起，当然是因为他马上就要出发去中国访问啦。那这个裁决立刻让他不知道可以谈什么，能怎么谈，他才会这么的生气啊。美国最高法院这个判这个川普的对等关税违宪，这对川普来看呢是非常不利，因为川普就是要打这个贸易战、经济战，结果你现在判他这个对等关税是违宪，你说川普怎么样？因为川普他这个结构性问题没办法克服，又加这个最高法院判他违宪，他变成进退维谷。现在美国的这个国债是美债的话是38兆5000亿美元，是美国 GDP 的120%，太沉重了。每一年的利息啊，现在按照殖利率4%来看的话，每一年的利息啊就要1.5兆利息。今年如果什么都不要去，它的外汇啊，包含就是美国不要入超，美国不要贸易赤字，它都要由38兆变成39.5兆。为什么？一年的利息是这么多啊？那如果再加上它赤字，那不就破今年年底12月30要破40兆了？我认为它包袱非常沉重哎。那它现在我们看去年2025年美中贸易是有史以来最低，降到6000亿美元以下，但是美国这个中国大陆还是贸易逆差2803亿美元的贸易逆差，都已经贸易战关系扛得住，对，都这个样子啊，他还是要向大陆买东西耶，哪怕是他加那么多的关税，2803亿的贸易赤字，这是对中国大陆。第二个，他现在中国大陆对他这个稀土的用途、去处都做管制，那个表格填的都要填中文。是这个样哎，都做限制哎，是那这个还没有办法，所以我就认为这个川普在4月份下个月啊，真的要到中国大陆去，他们一定要好好谈一谈稀土的这一方面的来源是要从中国大陆需要中国大陆的开放，这样的话，美国的这些重工业还有军工产业才不会受限制，因为美国现在靠军工产业撑到这个产业那么多几万家都要稀土。那怎么样去解决稀土问题？这个是川普访问中国大陆重中之重。当然，另外一个，那个中国大陆要向美国买的这些农产，不管我讲的大豆，尤其大豆，还有玉米啊、小麦，还有大麦，那都要靠中国大陆啊。那现在美国这个总统川普还有多少筹码在手上？我说这是对他来讲是个很沉重的包袱。最重要的，它的结构性问题，美国的制造业啊，在萎缩当中。没有办法靠军工产业来弥补制造业这方面的损失，所以我认为这个是结构性问题，很难克服。就是川普哦，他的最大的武器关税现在失效了之后，但是中国大陆的稀土还在，所以中日关系仍然没有回温，甚至持续紧张。中国大陆再次的对三菱造船等20家的日本这个由商务部宣布的企业来加以实体出口管控名单。那么理由呢，就是要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永和的企图。稀土对于日本继续严加看管当中，三菱重工其中的重工相关的企业里面有这个涉及日本的海陆空天呐、这个金刚级爱弹级的这个宙斯舰等等的军武，还有川崎重工相关也是航空啦、潜舰啊重要的企业，直接涉及了电战机、电动机这些军武相关的产业，直接就限制了。所以回应高市早苗，大陆外交部重申是。应该要撤回涉台相关言论，以实际行动展现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基本诚意。不过呢，因为高市早苗在大胜了之后，现在有没有可能再回到跟中国友善，甚至可以对话的空间里头呢？看起来是不太有空间的。其中，小泉进次郎就宣布了，鉴于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存在感日益增强，就是感到威胁嘛，所以日方又在拉拢14个太平洋岛国国防部长要开会，强调要这个对于中国大陆加以对抗喽。那么像这样氛围底下，韩国呢，当然亚洲国家都自己想办法图存求生。韩国的部分呢，原定下个月要实施韩美自由护盾的军演，延后举行了。这当中的过程让大家外界觉得蛮有趣的，他居然是跟美国提出过说，我们所谓的美日韩三方军演不如我们先把日本排除掉好了。结果美方拒绝他之外也就算了，还直接好吧就把他排除之外，美日跟日本就先进行了军演
跟韩国反而先排除。其实这个直接看得出来，美方在做的亚洲谁才是队长的这样的问题，在做一种较劲吗？印度的关系，莫迪访问以色列，说要强调国防跟技术的合作，那么希望更新安全协议。但是对于印度来讲，到底跟美国的关系如何？现在光辉战机发生一个很不幸的意外事件啊，再度有一架光辉战机坠毁了，还好啦，这个人员是弹射安全的这个获救，但是呢，飞机严重受损，这已经是这架系列的飞机里面第3架坠机摔坏掉的哦。那其中这个一算起来的坠机率让大家有点惊讶，很可怕，40架而已，居然掉了3架，表示坠机率达到10%哦。这是国产化，印度号称高达85%的国产飞机，但实际上外界形容叫做只有60%啦哈。为什么？因为它用了包括了美国的引擎、以色列的雷达、法国的航电系统、英国的弹射座椅，所以就是个联合国的概念呢。像现在看起来，不但要解决相容性的问题，还有安全，现在都被质疑哦。在记得过去跟这个巴基斯坦的冲突里头的标识被标封被歼十给这个 KO 的历史画面，现在呢，想不到歼10C 居然直接被降格使用，就代表外媒在看待中国大陆军武进步之快速。93大阅兵这台这个好像明星一样的飞机呢，现在已经被编为编队的末尾，承担表演任务而已哦。它本身已经是诱饵就可以突击手哈，结果现在快速的进步之下，中国人工智慧的战争机器还曝光了，解放军直接有9000份的招聘书。显示要征收的是什么？太空跟水下要找人征人，快速的融合战场数据，就是说，在科技的快速、国防的快速研发之外，也要把整个军力大幅的在提升。其中呢，相比之下，美国这个新闻大家看了觉得不可思议哦。福特号，因为先前这个大的航空母舰当然是美国军力的展现最主要的来源。结果呢，从去年6月以来，川普不断的下令哦，要这个船啊，一下这里赶那里赶啊，从千里迢迢地中海赶到加勒比海，又到伊朗哈，现在又到哪里？我们画面上看到是很可怕的画面，是黑白处理过了。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舰上连续6个月一直不停的奔波，结果呢，90%以上的这个厕所全部故障，官兵要上个厕所哦，要650个厕所坏90%嘛哦，那每个人要排45分钟，40-50分才能上到厕所，结果里头马桶还喷出来。不好意思啊，这过完年了，因为还好不是用餐时间，但还有是黑白处理啦。但像这样的画面，不可思议展现如何让它成为有战斗力的航空母舰呢？这也是川普效应。很多阿兵哥说不想干啊，赖老师。我觉得当时日本自民党在选举的过程里面，自民党的一些高官，还有日本的一些智库、一些大学的教授，他们还一直强调说，如果自民党大胜啊，也就是高市长要大胜的话，中国大陆一定会在选后啊想方设法缓和跟日本的关系。当时啊，这个论点在日本成为一个主流的论点，还影响到台湾来。我们节目中也有在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我们就判断说不可能，而且刚好会相反啊，因为对于大陆来说的话，就是你一个军国主义者的日本，那就更不必放软，不会放软，不会放软，而且打得更顺手啊。当时的论点是这样子，那结果我们看到，在慕尼黑的安全会议中，王毅在外交上啊，就对于高市早苗的这个军国主义的政府，那批判得很凶，因为欧洲对于这些极右翼的人非常的反感，也非常的恐惧。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在G20的时候啊，马克龙根本不愿意在公开的场合跟高市早苗有握手啊，还有很多欧洲的这些领袖，除了这个意大利的法西斯的这个政党的领袖，因为意大利的现在目前的政党，它就是法西斯政党，它跟这个高市早苗拥抱以外，其他我们看到欧洲的大国的领袖都不肯跟高市早苗握手，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极右翼军国主义，所以当时王毅的批评是非常的精准。接着我们看到在联合国前几天，中国大陆驻联合国的大使直接的，因为要联合国现在的安理会要改革嘛，那本来这个美国一直想推日本加入这个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大陆直接批了，他没有资格，而且等于是中国的常任理事国会投下否决票，而且主张让更多的发展中的国家的这些成为联合国的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我们看到现在大年才刚刚一结束因为大陆来讲是今天开工嘛，
今天一开工，马上宣布2个文件。第一个文件就是对20家的企业，这些企业是日本的军工企业最重要的。第一个，它是做水面舰队的；第二个，水下舰队的；第三个，做飞机的，就 F1、F2 啊，还有就是做这个太空发动机的，还有火箭的。这一些全部都禁止稀土。我们都知道，造一艘军舰要几百公斤的稀土啊，那你日本根本无能力解决。而且对于这20家的稀土停工以后，我们看到了对另外20家的20家的企业，包括那个苏巴路，也包括这个日本的这些大卡车等这些公司，也包括东京科技大学等。就是宣布说，你们20家，现在我们中国大陆现在关注你们跟中国大陆申请的稀土，每一个稀土都要经过审批，而且你要写切结书，说你绝对不会把你的工业制成品转给工业制成品中有用到中国的稀土，都不能够满足供应这个日本的被管制的20家。如果你不愿意的话，那你就拿不到中国的稀土。所以我觉得对日本来说的话，他们等于是他们当时的那些智库的分析根本就错误的，自民党的判断也是错误的。那现在中日的关系其实是会越来越紧张一直往上升高。我觉得这个对于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来说，因为他要修改无核化因为无核3原则他高市长要想修改然后再来就是他要修改安保3法。然后他还要让他的军工企业所制成的这些东西往外卖。那现在的情形下的话，美国怎么能够跟他合作来造军舰呢？因为如果你跟日本的这个军工企业合作，那你美国的这个造船厂也拿不到中国的稀土，你本身也会停。日本本身还想跟英国、跟意大利来做这个战机，新一代的战机也需要大量的稀土。那问题就来了。也就是说，你拿不到中国的稀土的话，那你英国、意大利就没有办法跟日本合作，因为你们一旦合作，那英国跟意大利、中国大陆也会停止提供这个稀土，那对英国、意大利来讲也会出问题。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完全是超出这个高市长的想象外。还有最后一个福特舰当初很早就传出它的抽水马桶有问题，但是它一直没有办法进场大修，那主要的就是因为美国的维修航母的能力有问题。目前有很多的航母都在排队，而不要忘了，福特舰已经超时的服勤了。一般来讲，他们6个月就要进场了，结果他已经超过6个月了。这代表什么？美国航母虽多，但是无航母可用。在军武的各国的竞赛里头，委员怎么看？如果以目前福特舰的画面看起来，让大家觉得瞠目结舌。可是呢，其实在亚洲的部分美国的盟友们现在也各自有不同的发展。对这其实航空母舰现在是核子动力的美国航母，所以它在海上是可以挺很长的时间。不过基本上，他如果在母港的话，大概每个月大概出海10天到2个礼拜，就是做一些训练这样子，然后回来这样。如果在海上的话呢，如果像福特说超过8个月，那当然是很可怕。但是我相信他8个月里面不是一直在海上，偶尔还是会在停靠他的这个友邦的国家的港口停一下。可是即使是这样子，那个士兵也受不了。你在海上这么久，你已经这么长的时间没有看到你家里人，你太太可能刚生一个小孩，这个孩子下课已经6个月了，生下来半年你还没有见到他，没有见到母亲，没有见到小孩，那种精神上，当然你说补给是不会有问题的。以美国这种世界上的这样一个全球性的这样一个大国家，它的补给船随时都可以补给，它靠港补给这个都没有问题。可是人不是精神上你要怎么去补给他？他要看他家里人，他要回他熟悉的那个环境里面去，他才能够休息，精神才能得到补给嘛。所以所以说它的流动量，军舰的这个有时候人员流动量会很大，原因在这里。你知道美国有一次是规定体重超过一个体重人的官兵，你就不能当兵了，你就退役后来有一年我到美国，刚好看了他们一份报纸在讲，美国海军部刚发出了这个
说你操纵了，你要回家了，马上不久以后就在发请你回来，没有关系，我们错了，你就回来好了。为什么太胖哦？他们过那个舱门是有点辛苦，但是问题是操纵人太多了，对，美国任务太多了，海军的任务太多了，就根本没有人了，所以只好再请那些人回来跟人家道歉。所以这个就是说看得出这个战争哦，伊朗的战争不是太好打的原因在这里。美国在海上停留这么久还不敢下手，动手，什么原因？这个现在的川普讲说，我的这个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主席告诉我说，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工作。但是我跟你讲，事实上他没有讲很简单哦，他说这个对美国的这个官兵的伤亡是一个大问题啊。第二个，美国的弹药的储存也会是个问题。你这个仗打下去，不像你打这个抓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所以你会耗掉很多弹药。你这个战争可能不是1天2天，你也不是1个礼拜2个礼拜，你搞不好打1个月，那你美国的弹药都消耗掉了。那乌克兰呢？你答应卖给台湾的弹药呢？所以这个是美国迟到现在没有办法动手的原因。可是你拖得越久哦，他们讲在海上的那些美国军人是越可怜。至于日本的情况是这样，它主要是针对国防的重要的那个公司啊，军火公司，你看三菱造船跟其他什么三菱重工航空、三菱重工海洋机械这些5家。光是三菱跟它相关企业5家就被列为保护对象，还有一个叫 IHI， 这个大家比较不了解，不过它就是什么呢？就是以前叫石川岛薄膜工业，这家公司也是非常重要一个国防工业的公司，也有5家要被报复，所以这次中国大陆看起来是下很大决心，目标很明确，对，要跟日本要周旋到底啊。看起来没有和缓的空间哦。将军怎么看？在印度的这家自制国产的，本来是光辉，是他们的光荣，现在一连串的坠机事件。我认为光辉战机是印度的门面，但是它问题是印度发展的并不好，它变成一个拼装车。它这个发动机是美国的，当然弹射座椅是英国的，雷达是以色列的，然后自己做的是整个它相关的机身，还有法国的航电系统。它变成拼装车，就变成了感觉有点大杂烩。那你这个拼装车，你怎么样？系统的相容性就成了很大的问题，因为它里面电力的输送还有飞超的模式，你怎么去整合？这个问题就大了。应该越单纯越好，因为飞机毕竟它的空间小，战斗机啊，它是强调的重量也不要太过重，然后呢，它的机身呢不要太大，你太大的话阻力就大了，所以它空间是非常小。你现在又变成拼装车，怎么弄？所以你看，他做出了40架，摔了3架，新飞机摔3架，这是非常严重。那以后旧飞机怎么办？他这架第3架已经报废了，这没办法。他说要修，我认为修还比做一个新的还要贵。那不要，那直接报废了。所以我们可以看他这个大杂烩的拼装车的光辉战机哦，印度他犯了3个错误。第一个，他想到了要单纯化，结果他变成整合困难。不要去整合困难，你整合困难哦。你这样子会花很多的时间，结果这个又没办法达成整合的这种困难的克服。第二个呢，操作太复杂了，你每个系统都不一样，这是法国系统，这是美国系统，这是英国系统，这是以色列系统。因为雷达是以色列的啊，所以它这个我们讲到的系统操作太复杂了。第三个，我认为它太急就章，因为有东西要循序渐进，按部就班。他为了抢功啊，马上我们知道就推出来，一推出来之后啊，问题重生，就买法国的变成那标风不好嘛，自己做，对，他是这样子。所以去年的2025年的那5月7号的英巴空战，你看没有光辉战机，因为出去被打掉更丢脸，所以他拿了标风被战机被打掉啊，那就算了。他交代那是因为法国做的不好，结果没想到自己也做的不好，你知道不？是这个样，他想要怪法国，就是说自己也做了不，但是自己没有办法应战啊。那我们现在看呢，中共的这个歼10C哈，现在来看的话，它现在因为中国大陆它将来要以歼20，还有歼36，还有歼50为主，所以这个包含歼10C，甚至歼11哦，都慢慢要淘汰掉。但淘汰掉之后呢，那你要做什么呢？我认为它将来啊，就是变成了由主角变配角，来引诱敌人。那个敌人这个火力一发射的飞弹一发射，马上暴露，一暴露之后啊，歼20也好。或者是
这航母起飞的歼35哦，或者是他自己空军新用的话，将来的歼36哦就会出来，诱饵、哦，对，变成诱饵是这个样啊，就踹门，是这样，所以他发挥他的灵活来运用，它变成由下式对上式，变成不对称作战的空战，这是歼17的战术来改它这个来改良的一个方式，一个旋转门。是欧洲的国家很多领袖陆陆续续访中，那么排在已经不算很前面的德国也准备明天要访问中国大陆。梅尔兹呢被形容叫做从来，这是德国的《明镜周刊》的标题哦。他说梅尔兹从未如此精心准备过一次的出访，代表这次访华对德国来讲非常重要。这次很庞大的代表团，包括了有30位高级商业代表，这里头都是他们最大的重要的企业，拜耳啦、福斯汽车啦、艾迪达啦等等 BMW 啊，随行的商界高管人数超过了30人。那么，所以在一个分析里头，就这样看的是短期的川普 VS 长期的中国，这样对比之下，当然会让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做出选择。形容叫做德国总理要带史上最大经贸团，为了到北京求生吗？在中国跟美国之间选择，虽然梅尔兹也曾经在一个慕安会议上面，公开的讲。点名啊，中国大陆对于战略扩张会引起世界的担忧。他还提到哦，北京在军事实力可能要跟美国平起平坐。中国有系统重新定义国际秩序。梅尔兹这一次的发言呢，被认为可能就是在把中国定位跟美国同样的影响全球的秩序来加强，变成他一个强权、新强权来定义。就才刚刚讲对方是新强权，马上就宣布出访，所以被形容这叫做未来的合作是一手批评又一手合作。而德国总理这次访华行程被曝光，重点在哪里？光看到要到杭州去看宇硕科技跟西门子能源就知道重点了，完全都是新科技为最重要的未来的合作目标。因为在春晚上大家看到了这个机器人的表演，大家都不断的很多朋友在传哦，实在是太惊奇了。结果这个宇硕机器人呢，不但可以打武功，还可以后空翻，他们还到了天坛直接去秀。代表说不是 AI， 不是假的，就是直接实境给你看，这样非常流畅，近乎人体的，应该是超人了吧？我们一般人还办不到的这样子的这个武术的回旋踢动作，都可以在现场看得到。所以今年呢，机器人的租赁订单说是比去年暴增70%啦。所有活动都想要看这些机器人，不管是他们看武术表演啊，甚至他们提灯笼啊，都会是很好的一个秀的活动。其中PM01机器人所展现出来很出色的平衡能力，我们可以透过画面再看一下哦。他故意把这机器人推平衡，让它没有平衡，把它推倒，他居然可以立刻迅速。如果是我被推，我肯定趴在地上。他比我厉害，他直接可以站快速的恢复哦，这个动作非常的灵活。那同时，何小鹏也发布了一封内部信，引起了很多的关注。他说呢，这个小鹏汽车 CEO 说，马年春节告诉员工。稳进破局，2026共赴物理 AI 的新10年，2026梦想量产，新一代的 iRON 的机器人就会在年底启动真正的量产。这些机器人不是只是到这个工作的场合，也可以进到家庭，成为全球第一个规模量产的高阶人形机器人。这个科幻片的场景已经不断的在真实的人类世界里面出现，而大陆的 AI 当然很强。现在2030年 AI 市场暴冲到1.4兆美元。小摩的分析认为呢，这个涵盖的包括了智谱MiniMax 这些都是要求这个呼吁大家投资人可以继续给予增持的平等，因为非常的有前景。在此同时呢，当然也有像 Deep 就各种的这个美国的企业啦都公开的谴责什么，说我们不是我们比不上人家，是因为被剽窃了。这个是川普禁令底下说 DeepSeek 爆出来说走私回答的 Blackwell 去练他们自己的技术，所以才会用类似抄袭，他们批评说是抄袭的模式、违规的模式呢，才会像这个 Amazon这家公司也指控中国大陆的对手这些不断的剽窃它的技术数据，然后呢不断的练这几家公司包括这个月之暗面等等的 MiniMax 等等的，就说通通都被这样的不正当的不是自己研发的模式来取得资讯。但无论如何，现实赖教授，现实就是如此。现在不管 AI 机器人跟科技走得非常前面。对，您刚看到了这个语速的这个机器人功夫他在这个天坛的广场前面表演。那事实上在春晚
他们也有表演。春晚有更多家啊，应该有4家的机器人都在表演。我们还记得去年的春晚，他们在这个只表演了一个这个扭秧歌就是转那个手帕，大家都已经很惊叹了。结果1年内他们的进步的速度实在是十分惊人啊！因为我儿子是学这个的，他有跟我说，他说这个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啊！真的，因为他完全可以把这个场域，就是把这个场域的这个数据都输进去以后，然后他们本身并不是用人来操控的，因为全部把程式都写在里面，所以他事实上整套的表演他们是自主性的，太流畅了，完全对，太流畅了。然后已经可以人跟机器人对打的这样的一个模型都已经出来，这个以后可以成为一种我们叫做培训。就是我训练你的时候，你要做什么样的动作，它已经可以成为一个培训员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这个是进步的速度太快。然后你也看到，大陆他们这个小鹏也好，他们的雄心更壮志就更大了。也就是说，他们要尽快的让这个人形机器人，目前来讲是一个是用在生产界嘛，工业界，一个是用在表演娱乐界。那他们希望能够走入家庭。帮你在家庭里面再解决你的部分的问题，因为做机器人来服务人这个部分可能还有一段距离，或许5年，或许10年，但是问题就是帮你做一点家事的这些机器人，相当有可能可以更快的时间来实现。那我们家里面可能未来可以减轻我们对家里面的一些分担工作我觉得这是有可能可以发生的事情，所以它的商机就越来越大了。那很多人他们看到这个商机，他们就觉得，就像你刚刚谈到了，就是说到5年后，现在已经2026年了，2030年的商机，它可以到1兆多亿美元，这个很可怕的一个产业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我们看到大陆的发展速度这么快，台湾这边也应该可以再努力一点因为我们不管在 AI 在机器人这个部分，台湾其实很早以前我们就一直想要走，但是我们的政府没有办法有一贯性的把我们引导到这个部分。你看最早我还记得富士康、鸿海他们想把机器人引进这个生产界或者是引进厨房服务界最后我们也没看到实现，这真的是很可惜的事情。那日本最早是人类在地球上发展机器人最早的开发的国家，但是后来他们的速度也就变慢了，反而大陆这边这个后来居上速度越来越快。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家都在比拼的情形下，目前来说，美国跟中国大陆竞争的就非常的激烈。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盖茨，德国的总理默子他本身很重视这一次到大陆的访问。所以他在临行前先请汉学家中国通跟他吃个晚饭，想了解一下怎么跟中国人打交道。但是这个很明显的，我们看到这个临时抱佛脚。不过我个人觉得它的突破性有限，为什么呢？企业界的期望很高，但是它被国内的政治牵制住了。社会党跟绿党，尤其是外交部的部长，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不配合的一个部长。我觉得这个对默子来说，我们看看他这次能有多少突破。本来是4天的访问，只要2天。我觉得访问的效果事实上是不能太乐观我们拭目以待。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德国总理明天即将访中，在访中的行程里头，除了高科技啦、商业的合作啦，如何看待？我先替那个张元挺将军讲2句话，他是真正的这个我们的空军健儿这个对空军非常了解。印度的光辉战机真正问题，刚刚张将军讲很清楚，就是它是拼装嘛，各国的不一样的系统放在一起，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我们的潜舰。我一直不认为我们的潜舰说怎么潜不下去然后浮不上来，我不相信这个，只是未来的维修保养真的会比较麻烦。我们也是拼装，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张将军是内行人，他讲的飞机，我想到我们的潜舰，就是说我们可能政府要多花一些心思在这里了然后我德国的问题是这样，2025年就去年了，德国跟中国大陆的贸易量3000亿，3000亿美金
本来2024年的时候，美国取代了中国大陆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到了2025年，中国大陆再度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这个原因发生的原因就是川普要负最大责任嘛。川普就是让德国人变得没有信心，真的变成要进你的市场非常的困难的感觉哦。然后呢，这个中国大陆当然就是对他提供另外一个机会。当然，你美国说啊，中国大陆是很大的军事威胁，在亚太地区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中国军事力量不断膨胀的那种感受。可是他在欧洲你说中国大陆会威胁他的国家安全吗？这个德国人的普遍的感觉大概会不太一样啦。而且最主要是它的贸易量那么大，德国人在中国大陆投资，去年1年1月到10月投资了80亿美金。超过2023年、2024年的55.5%，就对他来讲，我没有太多选择余地。像 Benz 啦，像其他的这个像 Volkswagen 是吧？这些都德国汽车厂，中国大陆是它一个很大的市场。德国人自己讲了，我不是只有卖东西到中国大陆去了，我在中国大陆开发出来的技术跟生产完的产品，我可以卖到东南亚就近，甚至卖到非洲。所以卖到这个拉丁美洲所以对德国来讲，中国大陆就是变成一个他不能放弃，甚至要强化某种程度取代美国市场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地方。这也是德国不得不的难题。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机器人的快速发展，我们看到后空翻，看到推倒，可以人类的灵活，在快速的这个反应，完全是已经超越了人类目前的想象了。对啊，这比如在去年的时候，感觉到是平面，它甩手巾啊，那现在变成立体了，这后空翻呐。这甩到我以为是盘子啦。对，都变成这样了。换句话说，感觉到耳目一新，感觉到好像他的动作是干净利落他不会拖泥带水感觉到，而且动作一致。他的问题是怎么样去控制？我想这个东西将来。你明年2027年，它又是另外一番局面了。那我想说，将来会3个发展。将来第一个，这个机器人它这样做的话，它这个将来的时候是不是可以作为军事用途，变成作战机器人？做一个百万雄兵它也不会逃兵。机器人它不会逃兵你给它下个指令就去了。之前看到是机器狗在阅兵行列，对，它也不会逃，这个机器狗也不会跑掉，就是怕了，对不对？它这个按照指令来做的话，变成视死如归。化学武器对变成这个状况他也不怕这些去的，他如果是手炸断的、腿炸断的，回来装修一下就好了，而且有电就可以了。所以将来的军事用途，我认为这个不可小觑，这个将来的话空间非常广。第二个，我认为长照用途，因为人都会老的话需要人照护，但是需要人照护，你要在24小时不是光白天照护，晚上也要照护机器人它可以它白天可以动，晚上也可以动